30年前，中原豪杰得到一个讯息，说是契丹国有一批武士要来偷袭少林寺，要将少林寺珍藏了数百年的武功图谱一举夺去。这契丹武士野心可不小啊！若是少林寺的武功秘籍被夺去，军中人人习之，战场上，咱们大宋恐怕就不是他们的敌手了。正是如此啊！我们料想到此事危急，听说这批契丹武士要途经雁门关，于是我们各自兼程赶往雁门关，要在那儿迎击他们。即使不能尽数将他们歼灭，也至少使他们的奸谋难以得逞啊！乔帮主，倘若你得到此项讯息，便如何呀？自当率领本帮众弟兄，星夜拦阻。依乔帮主看来，我们那次伏击辽人之举是不错的了。列位前辈英风侠烈，乔某敬仰，恨不能早生30年，共赴一举，绝不会含糊。乔帮主所言极是啊，和我们当时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啊。当时我们分成数起，我和这位仁兄是第一批的，我们一共21个人，我们这中间都是当时一流的高手啊。老衲当时并未出家，混迹于群雄之间，实在是万分的不配，只是报国杀敌，有一份力，出一份力罢了。那后来呢？诸位前辈追上没有啊？赶上了，我们星夜兼程，终于赶到了雁门关外。此事关系到宋国的存亡，上千万百姓的生死啊！可我们又没有完全制胜的把握，唯一的变异是，敌人在明处，而我们在暗处。如此情形，以乔帮主之见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敌明我暗，兵不厌诈，这时候就不需讲什么江湖道义、武林规矩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我们当时正是这么想的。我们各自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，都持有暗器，在山道两旁的大石边埋伏了下来。过了一夜，果然如讯息所言，来了一批契丹武士，我们一举将其19人全部歼灭。欣喜之余，我们也疑惑，这契丹人怎么个个如此不堪一击呢？难道是讯息有假，或者是契丹人有意设的诱人之计，诱我们上当？我们正在想，是不是要继续埋伏下去？没想到，野辽人将带头大哥杀了吧。事后发生的一切，
更是难以预料，匪夷所思啊！他擒住了我们的带头大哥和汪帮主，将其余人等杀得一干二净，按理应该是愤而精进的，可没想到，这辽人用一短刀在石壁上刻了许多契丹文，他居然跳崖自尽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抛上了一个孩子。哎，那孩子不是死了吗？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那辽人的夫人被打死以后，孩子摔在地上，只是闭住了气，并未死去。那辽人悲痛之余，以为妻儿俱丧，于是抱着2具尸体跳崖自尽了。那孩子一经震荡醒了过来，顿时啼哭出声。那辽人不忍心他的孩子随他一起葬身于谷底，就将那孩子抛了上来，刚巧就抛在了汪帮主的怀中，使这孩子不至于受伤。如此机智，如此的武功，着实令人生畏啊！我眼见众兄弟惨死，本想将这孩子扔在荒野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可是那孩子偏偏嚎啕大哭。我看那小脸涨得通红，2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我一时心软，下不了这个毒手啊！那辽人杀我汉族同胞不计其数，又何曾对婴儿妇女心软？他们杀得，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对呀，为什么杀不得？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不假，为什么我们不假？那后来呢？我又担心契丹的后援会及时赶到，我抱着那个婴儿回到了雁门关。那带头大哥和汪帮主记挂着契丹武士要偷袭少林寺的事情，立马就赶回了雁门关去查看了。此番查看，发现殉难兄弟的尸骸只有17具，少了1具，心想定是混战之中掉入了乱尸谷中。再看那辽人刻在石壁上的契丹文字，想必是定有深意啊。于是我等便将刻字拓印下来，找人译成了汉文。看过之后甚为吃惊，若刻字所言属实，那我等此番所为便是大错特错。想要证明这辽人所说是否属实，就要看后续是否还有契丹武士前往少林夺取秘籍。我们3人星夜兼程赶回了少林寺，看到很多英雄已经赶到了，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，大家都要出一份力嘛。可是从9月重阳一直到腊月，并无半点警讯呐。难道讯息有误？我们去找那报讯的人，想问个详细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们这才料定讯息是假的，原来众人是被人愚弄了呀。这么说来，这雁门关外一战，大家岂不是死得冤枉了？正是啊，好在没过多久，契丹铁骑入侵，我们就不再纠结此事了。但是之后该如何处置那个孩子，非常棘手，因为我们已经伤了他的父母，自然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孩子了呀。可是要把他继续抚养长大，我们又担心会养虎为患呐。我们商议再三，最后由带头大哥拿出些银子寄养在少室山下的一户农家，让农家自认是这孩子的父母。孩子长大以后，也绝技不能让他知道领养之事。那农家本来就没有子嗣，欢欢喜喜地答应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孩子是契丹的骨血呀！智光大师，那少室山下的农人，他姓什么？那农人叫乔三槐。胡说八道！插着我帮主！
一个汉人。阿弥陀佛。乃少室山下乔峰。乔三槐是我亲爹。乔帮主，不可呀！乔帮主，有话好说呀！我单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放过我孩儿。乔帮主，智光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，你不能够伤害他。你们要除去我这帮主之位，又何必编造这些言语出来诬陷于我？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如此逼我？乔帮主，汉人和契丹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明明是契丹人，为何说是汉人？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认，还妄称什么英雄好汉？你说谁是契丹人？你是不是契丹人我不知道。雁门关那一战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，就算再过100年我也不会忘。恰巧的是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，和乔峰你一模一样。我便是那日少了的那具尸首，因为惧怕辽人汉子，我醒转之后便偷偷的溜走。我赵钱孙行尸走肉，这世上除了小娟一人，我再无牵挂。你做不做丐帮帮主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为什么要陷害你？我只承认我曾经杀害过你的父母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之后的事情，你自己都知道了。你7岁那年，再过来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叫我一声大哥，以后跟着我们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住口！乔峰即便是摔死，也不跟你们一起做坏事。你要真的跳一个，我才信呢。你们别看好吧。你跳啊！20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少林的一位僧人把你给救了，之后，他每天传授你武功，是也不是啊？恩师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
是如何得知？其实，那位少林僧人是受了带头大哥的重托，让他把你抚养长大，使你不至于走入歧途。为此，我们3个人有过争执。我主张让你平平稳稳地过农家的日子。可是带头大哥说，我们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，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英雄。雁门关外石壁上的遗文，至今未泯，将来你自己去看吧。你到了16岁的时候，汪帮主正式收你为徒。你叫乔峰，是。为何习武？行侠仗义。如何作为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，是我汪剑通的徒弟。之后许多机缘巧合，你天资卓越，奋力上进，固然是非常人之所能及。但倘若不是带头大哥和汪帮主处处提携，也并非那么容易吧。若大师所言不假，那汪帮主并非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当初暗中助我的英雄，也并非有心要助我，是内疚于心，设法赎罪而已。汪帮主起初对你也是十分提防的，后来见你学武进京甚快，而且为人豪侠仗义，待人仁厚，便渐渐的真心喜欢上了你。之后，你立功愈多，威名愈大，整个丐帮尽皆归心。这之后的帮主之位也非你莫属。可是汪帮主依然拿不定主意，他给你出了3道难题，你都一一解决了，又令你立下7大功，最后临终之时才授予你打狗棒，正式立你为丐帮帮主。丐帮数百年来，从来没有第2位的帮主之位如你这般来的艰难呢。你接任丐帮帮主以来，江湖上道你是行侠仗义、处事公允，把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，又数度破坏了契丹的奸谋。我们只道是之前的顾虑纯属多余。本想这件事情以后永远不再提起了，不知何人竟又把他抖了出来。多谢智光大师回述旧事，使大伙有如身历其境。这封信乃是那位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，信中极力劝阻汪帮主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。乔帮主，你不妨自己过过目吧。我看看。我看看是真是假。你干什么？现在你既已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想必是要报你父母之仇的。现如今，汪帮主已然逝世，而带头大哥的名字，老衲又不愿意告诉你。老衲曾经参与伏击令尊令堂，一切罪孽，老衲愿只身承担。你要杀要剐，动手便是。没错，我也在内。这事要算我一份儿，你何时喜欢，随时动手便是。
帮主，凡事三思而行，可不能乱来为好啊！要是挑起胡汉之争，中原武林人人可都会与你为敌。哼，挑起胡汉之争。 见然吾兄熟悉长谈，吾兄传位之意始终不改。然于连日相思，仍期期以为不可。乔君才艺超卓，立功甚伟，为人肝胆血性，即便是神州武林同道，亦鲜有能及。以此，才继承吾兄之位。他日丐帮声威欲张。 自意料中事耳。然当日雁门关外血战，余无日不萦于怀。此子非我族类，其父母死于我二人之手。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来历则已，否则不但丐帮将灭于其手，中原武林亦将遭逢莫大浩劫。 当时才略武功能及此人者，实寥寥也。贵帮帮内大事，远非外人所能智慧。唯此事牵连过去，其三思之。这是。 汪帮主的手书，你自当认得出他的笔迹。自与丐帮马副帮主、传功长老、执法长老、祭珠长老，乔峰若有亲辽叛汉，助契丹而压大宋之举，全帮即兴合力击杀，不得有误。下毒行刺，均无不可。下手者有功无罪。 这确实是我师父汪建通亲笔。乔帮主休怪我们无礼呀！汪帮主的这通手谕，原本只有马副帮主一人知晓。直到马副帮主突然横死，康敏寻到这份遗令，这才不得已。 将遗令公诸于世，马副帮主早不出事，晚不出事，偏偏在汪帮主将遗令交给他之后出事，这是其一。大家疑心马副帮主是姑苏慕容所害。慕容公子，老朽啊，特别佩服。来喝，来呀！ 帮主却偏偏袒护于他，如此作为实已危及本帮，这是其二。其三嘛，我虽有心调查清楚再做决断，但帮主是契丹人一节，帮中知之以众，变乱已生，隐瞒已自无益呀。权冠清，你知道我是契丹的后裔。 是以反我，是以不是？没错。四位长老因听信你言而欲杀我，也是如此。对，只是他们将信将疑，拿不定主意，事到临头又心生畏惧。那我的身世，你是从何得知？此事牵连旁人，恕在下无法告知，但你得须知道。 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即便你极力隐瞒，事实真相终究昭告天下。况且还有汪老帮主亲下手谕，和智光大师等一力作证，此事难道还有假？想我丐帮百年基业，又岂能落入一个契丹人之手？契丹人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说契丹人？各位叔叔伯伯。
先夫不幸亡故，到底是何人下手？此时此刻定难下断言。但想先夫平日诚恳笃实，江湖上并无仇家，妾身实在是想不出，是何人如此狠心要夺取他的性命。常言道，慢藏会道，难不成是因为他手里有什么重大的事物？有些人怕坏了大事，便要杀他灭口。你这是在疑心，是我杀了马副帮主。马夫人，小女子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呢？姑娘有什么话要查问我？查问可不敢当，只是方才听说马前辈的遗书是用火漆密封而成，而徐长老拆开之时，火印完好无损。那在这之前，没有人看过里面的内文喽？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带头大哥的书信和汪帮主的遗令，除了马帮主之外，无人看过，那便谈不上杀人灭口之说。敢问姑娘何方神圣，却来干预我帮中大事？我一个小小女子，怎敢干预你们贵帮大事呢？只是你们想诬陷我们公子爷，我只是据理分析罢了。那姑娘的公子爷到底是谁呢？是乔帮主吗？不是，是慕容公子。原来如此。白长老，本帮帮规如山，若有长老犯了帮规，当如何处置？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若此人的品位高于白长老呢？我帮帮规，乃是老祖宗所立，无论辈分大小，品位高低，须当一同领尊，同功同赏，同罪同罚。先夫去世没过多日，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样东西。帮主认得吗？请众位叔叔伯伯替我做主。朔雪飘飘开雁门，平沙立乱卷蓬根。功名齿迹亲生疏，执斩楼兰报国恩。这把扇子为师给你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呀！汪帮主啊，汪帮主，这件事你可是大大的做错了呀！汪帮主虽然把我当作他的心腹，可逆流遗令这件事却不让我知晓。若是能提前知会我一声，徐长老，汪帮主没有告知此事给您，是为了您好。丐帮中只有大元知道此事，现在已经命丧九泉。若是当初你也知道，未必能逃过此劫。我乔某的身世来历，自己也未能确知。但今日诸位前辈的指证，乔某必须查明真相。这丐帮帮主之职，定当退位让贤。此棒承汪帮主相授。我乔某执掌丐帮，虽无建树，也并无大过。今日退位，徐长老、传功、执法二位长老，还请代为保管。在日后，有哪位英贤愿意肩负此职，
再予传授。那也说的是啊，打狗棒的事，只好将来再说了。且慢，宋兄弟有何话讲啊？我乔帮主不是契丹人，何以见得？我们乔帮主乃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，适才我等那样反他，他都不计前嫌，却甘愿为我等受刀流血。试问契丹人能会如此吗？他自幼受少林高僧和汪帮主的养育教诲，已改了他原有的习性。既然性子改了，那便不再是坏人。做我们帮主有何不可？再说，你看咱们丐帮，哪个及他英雄了得？别人要做帮主，哼，我姓宋的第一个不服。有人陷害乔帮主，咱们不能轻信人言。几十年前的旧事，就凭你们几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帮主大位，岂能如此轻易说换就换？我一心一意跟随乔帮主，就算换了帮主，便杀了我的头，我也不服。好，谁愿意跟随乔帮主的，站我身后。对，信乔帮主的都站过来。我也是乔帮主，支持乔帮主啊！我们支持乔帮主，我也支持乔帮主，支持乔帮主啊！我们支持乔帮主，支持乔帮主，乔帮主，我们支持乔帮主。众位兄弟，乔帮主才略过人，英雄了得，谁不佩服？只是咱们作为大宋子民，又岂能听一个契丹人的号令？乔峰越是厉害，你们就越危险。我看你的模样，倒9分像是契丹人。对，你就是坚定小人。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，难道甘心做背叛大宋的走狗吗？你说谁是走狗？你才是走狗！谁是走狗？我们不是走狗，我是走狗，你才是走狗的，就你才是走狗。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对呀，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就你是走狗，我是走狗。对呀，你就是走狗，你不是走狗，你不是走狗。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你才是走狗的，就是走狗。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这丐帮帮主，我决计不当了。或许有其他事，阴谋诬陷，但我恩师汪帮主的笔记，别人绝对是造假不来的。我丐帮在江湖是第一大帮，受人敬仰，武林中谁不敬畏？像我们这样内讧，还不落得人笑话？我乔某临走前有一言奉告：若有人假一拳一脚于我丐帮兄弟，那就是我丐帮的罪人。倘若要是有谁杀害我丐帮兄弟呢？残害兄弟，举世痛恨，杀人者抵命。那就好。马夫人，以乔某的身手，要到您府上偷个东西，怎么会空手而回？又怎么会落下我自己的私人物品？是谁杀害了马夫帮主？偷我折扇，陷害于我，乔某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众兄弟，乔某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有生之年绝不残害一条汉人的性命。若有违此事，有如此时。